大家好，我係市場先生，繼續係每周一次嘅市場先生與好友三人談系列。大家好，我係湯丁丁。市場先生啊，上次你對友邦中期業績嘅評價都唔錯，咁我都有留意嗰段片，咁都講得好好㗎喎。咁我知道中國平安都公布咗中期業績，你點樣睇中國平安同友邦嘅業績呢？中國平安嘅中期業績呢係有改善咗嘅地方，但係亦都有仍需努力嘅地方。咁首先要提醒觀眾，中國平安嘅業績，我哋係要睇營運利潤。2024年嘅上半年，股東應佔營運利潤785億元，同比係下跌咗0.6%。大家可以睇到佢嘅營運利潤增長就冇乜力，主要嘅原因係貢獻7成營運利潤嘅壽險業務本身增長乏力，彌補唔到其他業務，譬如資產管理業務同埋科技業務嘅下跌。如果我哋將中國平安睇成一個大家庭，咁壽險業務就係中國平安呢個大家庭嘅大仔，貢獻家庭7成嘅收入，其他細佬妹賺錢唔多。如果壽險業務呢個大仔賺錢冇增長，咁中國平安呢個家庭整體就好難有增長啦。哦，市場先生啊，咁樣我就明白中國平安嗰個即係主要都要睇翻壽險同埋營運利潤呢方面嘅資料。睇翻個業績之後呢，咁我留意到咧，平保壽險業務其實都唔係話即係好大增長啊。咁點解呢？嗱，首先要了解平保壽險業務嘅營運利潤增長乏力嘅原因，首先就要了解壽險業務嘅營運利潤嘅結構啦。壽險業務營運利潤係有59%來自 CSM， 即係保險合同服務邊際嘅攤銷，另外24%係來自投資收益。上半年平保股東嘅應佔壽險營運利潤只係增長0.7%，原因就係佢嘅 CSM 保險合同服務邊際嘅攤銷係下跌咗5.5%。平保壽險嘅 CSM 增長冇乜力嘅主要原因係新業務貢獻嘅 CSM 增量係低過 CSM 攤銷嘅減量。上半年新業務貢獻嘅 CSM 增量只係237.4億元，但係 CSM 攤銷嘅減量係365.3億元。如果我哋將 CSM 嘅儲備睇做係一個 CSM 水池，咁平保 CSM 流出水池係多過 CSM 流入水池，所以未來我哋需要關注嘅係平保壽險去到咩時候可以好似友邦保險咁，新業務貢獻嘅 CSM 增量係可以超過 CSM 攤銷嘅減量，而令到 CSM 呢個水池每年流入嘅 CSM 係多過流出嘅 CSM。哦，原來係咁。市場先生，我都知你一直都講 CSM 就係一個水池，咁呢個水池就會決定呢一個保險公司嘅盈利。咁市場先生，咁除咗 CSM 之外，咁你對平保業績嘅方面仲有冇關注嘅地方呢？嗱，另外我哋關注到上半年平保嘅財險業務整體嘅綜合成本率係97.8%，同比係下跌咗0.2個百分點。咁表面睇係有改善嘅，因為綜合成本率係越低越好嘅。但係如果我哋進一步咁仔細去睇，上半年車險嘅綜合成本率係98.1%，其實同比係上升咗1個百分點。公司解釋原因係受到暴雨等自然災害嘅影響，而扣除保證保險嘅非車險綜合成本率95.5%，同比亦都上升咗2.1個百分點，即係話平保上半年嘅車險同埋非車險嘅綜合成本率其實都係惡化緊嘅，而上半年整體綜合成本率能夠下降得到改善，主要係靠保證保險嘅綜合成本率下降咗10.9個百分點。原因係平保已經喺2023年嘅第4季暫停咗呢一種保證保險嘅業務。
保證保險業務嘅風險閉口快速咁收細咗，因此佢上半年整體嘅綜合成本率嘅改善，其實只係靠一個已經暫停咗業務嘅保證保險業務。哦，原來平保業績嘅整體綜合成本率嘅改善，其實好似都只係一個表面嘅現象嚟啫噃。咁但係咁樣嚟睇，平安業績方面有冇亮點呢？咁中國平安上半年嘅業績都有亮點嘅，咁我總結咗有3個亮點。第一個亮點係佢嘅壽險業務嘅新業務價值。2024年嘅上半年，壽險業務嘅新業務價值223億元，同比係增長咗11%。雖然佢首年保費下跌咗19%，但係靠着新業務價值率提升咗6.5個百分點，達到24.2%。以價保量。另外，平安壽險依家係靠3頭馬車推動新業務價值嘅增長。上半年代理人渠道新業務價值同比增長咗10.8%，銀保渠道新業務價值同比增長咗17.3%。第3頭馬車係社區網絡渠道新業務價值同比增長咗269.2%。平保上半年業績第二個亮點係喺代理人嘅規模方面，直至到6月底，平保嘅代理人規模環比第一季係上升咗2.1%，達到34萬人，實現佢自2020年第二季以嚟首次環比正增長，亦都係上市壽險企業當中率先實現代理人規模增速轉正嘅，咁係意味着平保壽險嘅改革已經出現拐點。而第三個亮點係喺保險資金投資方面，上半年平保實現咗年化總投資收益率3.3%，同比提升咗0.1個百分點；而綜合投資收益率4.2%，同比都提升咗0.1個百分點。咁公司解釋，主要係因為權益類資產表現比上年嘅同期有所改善。值得注意嘅係，平保壽險嘅平均負債成本率係2.5%，咁係意味着投資收益率係高過負債成本嘅。哦，原來係咁嘅。咁平保雖然喺個成本控制上面就即係睇落就仲有啲改善空間啦。咁但係佢睇落都係有一啲亮點嘅。咁我市場先生正如頭先所講，我都睇咗你關於友邦個節目，咁我都學到好多關於保險公司嘅即係投資嘅要點。咁如果喺平安同友邦方面，咁我哋應該點樣評價呢兩隻股票呢？你覺得即係呢兩隻嚟講，其實邊隻會即係即係個取態，你係會係點呢？唔該晒。嗱，買友邦其實就係買優秀，不過買優秀就需要付出日價，而買平保係買佢有好轉，買佢會復甦。但係我哋需要觀察多一段時間嘅數據。咁目前友邦同埋平保，我自己就冇持有嘅，暫時亦都冇興趣去買。目前我會將目標放喺其他嘅收息股身上。多謝晒市場先生嘅分析。咁講完港股啦，咁我哋就邀請徐立賢先生，今日佢就會介紹美股嘅，就想講下拼多多嘅業績。咁拼多多前日公布業績啦，咁睇落都個增長都非常之強勁，嗰個利潤都有1倍以上嘅增長。但係咧嗰個股價咧一喺個公布咗業績之後咧，嗰個股價咧跌咗最多30%，收市都跌咗28%。咁咧市值就冇咗500幾億。咁徐立賢先生啊，請問係點解咧？唔該晒。係嘅，咁啊睇翻拼多多今年第二季嗰個收入就970億人民幣啦，咁就按年增長咗86%。咁但係就唔及市場預期嘅，因為市場預期咧係差唔多去到1000億人民幣咁個收入。咁而經調整個淨利潤咧就344億啦，咁就按年增長咗
1.25倍啦，咁就好過預期嘅301億嘅。咁但係點解出嚟嗰個股價即係有一個咁大嘅反應呢？咁我就歸納咗5點啦。咁首先啦，第一樣啦就係拼多多其實喺2023年嗰4個季度入邊呢，其實交出一個極高嘅收入增長啦。咁就分別係58%啦、66%啦、94%同埋123%。咁而今年首季嗰個嘅增速咧，依然係高達131%，咁就令到市場咧對於拼多多嘅增長預期係比較高嘅。咁而管理層咧喺今次嘅季度業績報告入邊咧，開宗明義就講到咧，由於呢個競爭加劇同埋外部嘅挑戰啦，咁嘅收入嘅增長咧係無可避免面臨壓力。而且你間接咧表明咧日後嘅增長咧會低過今次第二季度嘅86%增長，咁意味住咧拼多多咧再難交出咧呢個3位數增長嘅神話啦。咁其次啦就係盈利嗰個潛在嘅下跌啦。咁拼多多管理層咧亦都揚言咧要繼續大力投入扶持嗰個優質商戶啦，包括大幅降低呢個嘅減免呢個優質商家嘅交易手續費啦。未來一年咧預計減免咧超過100億，咁而喺收入增速下滑嘅同時咧，維持投資水平咧，意味住咧未來嘅盈利咧將會非常之波動。咁而拼多多咧一向有內卷之王之稱啦，咁佢個低價模式咧就搶佔咗大量呢個內地電商嘅份額。咁有內地嘅分析更加稱咧，呢個拼多多嘅營運邏輯咧，基本上就係環繞住個低價。不過咧，管理層最新已經表明咧，要培育一個更健康啦、更可持續嘅生態系統，咁俾呢個優質嘅商戶咧更加蓬勃咁去發展。堅決咧要打擊呢啲嘅低質商戶，咁就令到市場關注咧，究竟拼多多點樣去平衡呢個超高性價比又可以持續嘅生態嘅環境。咁第四點咧，就係拼多多旗下嘅海外平台啦，天門啦，咁佢嘅迅速崛起啦，咁但係亦都面臨住咧越嚟越多嘅監管審查。咁佢哋嘅CFO 亦都提到啦，咁海外嘅環境咧係加速個變化係加速啦，咁不確定性嘅因素亦都持續增加，咁而經營咧亦受到一個非正常嘅商業因素去困擾。咁另外啦，佢哋嘅聯席 CEO 啦，陳雷啦，就喺電話嘅會議入邊亦都表示啦，而家公司咧仍然處於一個投入嘅階段啦，咁喺未來幾年咧都唔會進行呢個回購同埋分紅。咁總體嚟講咧，由於喺個電話會議上邊咧，管理層嘅語氣令人意料之外嘅消極啦，咁就進一步咧令到投資者咧感到非常之錯愕。咁但係如果我哋比較翻呢3個電商平台喺上季嘅業績啦，咁其實拼多多嘅收入頭先講過啦，佢增長就86% 啦。咁但係阿里巴巴其實只係得4% 增長，京東咧更加只係得1%。咁明顯咧，拼多多嘅增長咧係明顯較快。咁而經調整嘅盈利方面咧，拼多多嘅增長咧係1.25倍啦。咁而阿里巴巴更加係倒退9%，而京東咧就升69%。咁換言之咧，增長最快咧依然係拼多多。不過點解今次管理層更加咁刻意去低調呢？個人就有留意到咧，喺內地咧已經有唔少商家咧已經係公開抗議咧，就指責拼多多咧過度咁樣壓制佢哋，過度壓榨佢哋。咁而中國政府咧對於呢類咁嘅抗議活動咧，其實係非常之敏感，特別係當前許多人嘅收入咧都入不敷支嘅環境下咧，咁公眾嘅異議加上咗呢個創紀錄嘅公眾嘅異議啦，加上創紀錄嘅利潤啦，同埋3位數嘅增長咧，呢個可能會被視為一個問題咯。咁而佢哋嘅海外業務天門啦，已經接近或者已經達到呢個收支平衡啦。咁
咁有報道講咧，佢哋嘅社區團購業務喺獲利之後咧，拼多多咧決定咧唔只要獲利，更加要追趕最後一個競爭對手就係美團。咁而喺今次嘅電話會議背後嘅降低佢哋嘅，sorry，今次嘅電話會議背後啦，佢哋刻意降低公司嘅形象啦，暫時降低佢哋嘅利潤啦，我覺得就可能係為咗擺脫呢個嘅聚光燈。咁而最後咧，睇翻拼多多嘅估值啦，咁而拼多多一直都被視為中國消費降級嘅主要受益者。咁喺市場再次意識到咧，內地嘅市場競爭加劇啦，電子商貿嘅滲透已經接近飽和啦，消費呈下降嘅趨勢。咁市場嘅參與者都係競爭市場份額。不過咧，睇翻估值咧已經係跌至歷史低點啦。咁呢個咧，某程度上大幅反映好多潛在嘅不利因素啦。咁而睇翻啦，內地嘅消費者信心咧雖然係降到去歷史低點啦，不過咧睇翻國家統計局嘅數據啦，7月嘅零售增長係2.7%，咁首7個月嘅全國網上零售銷售增額咧其實增長接近1成，咁其中啦呢個實體商品嘅網上零售增長咧亦都有接近9%，咁呢個咧佔整個社會消費品嘅零售總額咧，亦都有接近26%。咁喺內地嘅線上零售市場仍然擴大之後啦，加上天門近年壓住呢個進軍美國市場，亦都見到成績，亦都有條件咧成功咁樣將呢個嘅擴展去到歐洲啦、中東同埋其他亞洲市場。咁個人認為咧，其實個股價咧已經有過度嘅反應咯。咁我覺得投資者就唔需要太過情緒化，或者而家仲係抱住一個太過悲觀嘅睇法咯。哦，咁徐立元先生咧就即係對嗰個拼多多嘅估值咧去到低位，但係咧你對嗰個嗰個前景咧，其實係即係認為咧係比較樂觀嘅，咁相信未來咧係值得期待嘅。但係咧即係今次咁即係股價大跌嘅原因，似乎咧係即係管理層嗰個語氣咧，令人意料係之外嘅消極係比較重要嘅。但係呢種心理差係比較難捉嘅。咁有啲人就認為因為佢個創辦人王崢咧就比較驚俾人稱為中國首富。咁之前都已經係即係分配咗少部分嘅股權俾佢嘅即係合作伙伴，令佢嘅股權降低，令佢冇做到中國首富啦。咁今次再重新登上中國首富呢個位置，咁就再用一個咁嘅壞消息，再將個股價跌咗落嚟之後，咁佢就又唔係中國首富。咁呢種心理似乎更加貼合嚟解釋佢嘅股價走勢。咁呢個先係佢嗰個即係我諗係一個點講呢？係一個壓力啊！即係未來個壓力仍然都會存在啦。咁即係我想問，即係如果呢種壓力繼續存在，其實咁其實即係佢一定會繼續去做一啲嘢，令到個股價唔係好利好嘅喎。咁其實即係徐先生係點樣諗？如果佢真係繼續咁樣增長落去嘅，咁佢股價一定係會上升嘅。但係佢又會無端端放啲壞消息出嚟去打壓啲股價。咁即係呢個係咪即係佢今次嗰個跌嘅原因呢？係咯，唔該晒。咁我覺得就兩睇啦，咁就如果佢要唔做刻意唔做呢個中國嘅首富，咁其實就有好多其他嘅方法嘅，例如就將佢自己嘅身家捐咗做慈善嘅，即係作為一啲慈善嘅捐款啦。咁另外就關於業務嘅增長，咁我覺得即係市場對於中國個消費市道個睇法就其實就好悲觀嘅。咁所以其實出嚟嗰個嘅即係嗰個業績咧，其實就 miss 咗嗰個收入咧。咁其實呢個可能市場就有即係睇法就會即係比較悲觀啲啦。咁加上頭先我哋講過話，即係個業績個電話會議上面個管理層個語氣亦都係似乎係非常之消極啦。咁令到即係普通即係好多嘅投資者都會感到有啲錯愕咯。咁所以我覺得就變成即係有個
即係比較大嘅反應咯。咁我自己覺得就整體個業務其實就暫時嚟講，即係如果你比拼翻，其實頭先我哋講嘅阿里巴巴或者京東，咁你見到其實佢嘅增長依然係處於一個非常之高速嘅即係階段。咁所以哪怕即係將來佢嗰個增速有機會放慢都好啦。咁但係如果睇翻佢而家即係預期嗰個市盈率可能跌到大概都係講緊10倍咗緊嘅話，咁我覺得而家嚟睇咧，其實就係似乎係過度反映咗咯。咁佢仲有一個潛在嘅利好因素啊，咁就係佢個 Temu 咧，佢嗰個海外業務咧，其實都已經做到收支平衡，仲有嗰個增長都非常之驚人嘅。咁其實即係如果佢仲係想唔想做中國首富呢個位，咁佢大可都可以分拆埋個 Temu 出去，咁啊令到拼多多個市值即係唔會咁高，咁佢就可以即係令到自己隱身嘅情況之下，咁徐先生，咁你認為即係分拆 Temu 其實得個機會又有幾大呢？係啦，呢個就係最後一個問題啦。唔該晒。我諗呢樣嘢就要睇下之後嚟緊佢哋嗰個數據，即係個披露上會唔會再清晰啲啦？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出邊啲人即係評論，即係拼多多咧，其實就都有覺得佢哋對於呢啲即係Temu呢方面咧，其實就冇分拆條數出嚟嘅。咁其實就對於佢哋個披露方面咧，其實就唔係太過滿意。咁我諗如果即係管理層第陣時有即係有咁諗法，即係將Temu即係分拆上市嘅話咧，我相信佢會即係喺嗰個嘅業績嘅披露上面咧，就會比較清晰一啲咯。咁我諗到陣時就會比較有多啲牽涉，知道究竟管理層係咪有即係機會即係將呢一嚿係分拆出嚟。哦，咁樣今集我嘅問題就差唔多啦，多謝徐先生嘅解答。今集嘅內容繼續係咁精彩，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非常多謝徐立賢同埋湯丁丁。咁今天嘅分享到此為止，請訂閱我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多謝大家嘅支持，再見。